我是大魏最尊贵的三公主谢嫣之。20岁生辰这一日，本该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天。这水晶荔枝清甜可口，我贪嘴多食了几口，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，竟不知不觉贪睡了过去。我的内力，我的武功。哟，尊贵的三公主醒了。我却发现自己被废了武功，被囚禁在这暗无天日的水里。每日无数道刑罚，折磨得我不成人形。救我！我是公主。公主，到了这儿，你就是个玩物。带我出去，求你！阳光，是阳光。不是我，那是假的，那是假的，我才是真正的三公主，我是胭脂，那是假的。不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死了吗？那一剑明明穿透了心口。胧月，今夕是何年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您怎么糊涂了？今天是天元3年腊月初9哦。天元3年腊月初9，我竟重生到了生日宴前3天。你们都退下，本宫想静一静。可是公主，退下！我真的重生了，老天有眼，让我重活一世。那种痛苦，绝不会再经历第2次。我是大魏最尊贵的三公主，囚禁废宫这种事，怎么可能悄无声息？除了我身边最亲近的人，谁有这通天的本事？今天是天元3年腊月初9啊！好一招偷天换日！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次，那这地狱便换你们去做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做那个任人宰割的傻子。公主，你好些了吗？进来。胧月，备轿。公主，你要去哪儿？进宫。本宫要去给母后请安。母后宫中倒是难得这般热闹。三公主到！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奴婢见过三公主。这个眼神，上一世我只顾着讨好母后，竟从未注意到她。难道她就是后来顶替我的那个三公主？可她才入宫不久，若真是她假扮我，驸马、皇兄还有母后，难道都眼瞎认不出来吗？还是说，这件事本就是他们所有人合谋有意为之？母后，3日后便是女儿的生辰宴，女儿想借美影一用。她身手利索，办事妥当，有她在，能为女儿省不少力。不可！母后，你办得好便办，办不好也是你的事。驸马尚在蜀地救灾，百姓受苦，你的生日宴不必大办。美影，
哀家自有用处，离不了身。可母后没有什么可是的，退下。是，儿臣告退。我竟不知我的亲生母亲为何会恨我至此。公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这真的行吗？那三公主以后呢？这声音竟然是梅影。12那日，只要下在谢胭脂最爱的水晶荔枝里，事情便成了。那三公主以后呢？放心，这药只要一点点，她死不了。她会很惨吗？想不想报仇了？是怎么死的？我知道了。没有，真的是你！走开，这是我的！别怕，姐姐在这里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姐姐。允儿，这一笔要再稳一些，做人也是如此，要有风骨。知道了，姐姐。姐姐是全天下最好的人，颖儿以后也要像姐姐一样。好剑法，颖儿，你如今这身手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都是姐姐教的好。颖儿练好武功，就是为了保护姐姐一辈子。整整7年，我教她诗书武功，教她为人之道，我却不知她居然恨我至此，恨不得杀了我。好一个死不了！既然你不忍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是母后的亲女儿，她却从小冷待我，从不与我亲近？为什么梅影明明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却对我恨之入骨？若只有母后和梅影设计，凭我对宫中势力的了解，对上他们，我还有8分的胜算。可若是皇兄也参与其中，不然，为何驸马柳风眠偏偏要在我寿辰将至时临危受命去蜀地？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若是巧合也就罢了，若是有意为之，那就是天罗地网。我想不出，实在想不出。难道这一世，我还是逃不出上一世的悲惨命运吗？淮安王刘宇，大魏现存的唯一的异姓王。若是有淮安王刘宇在，或许我便可以斗上一斗。可他远在西南，纵然我说服他出马，一来一回便是千里之遥。如今距离寿辰只剩2天。谢胭脂，若日后有难，可前往朱雀大街9号，找一须发皆白的老者，告知他，本王2日内定将赶往京城，护你周全。2日内，原来他早以此为诺。原来父皇给我留了这一手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输。今晚只能赌这一把了。三公主，既然来了，便请现身吧。他竟一口道破我的身份。老人家，您知道我要来？老朽夜观天象，今夜有贵客造访，紫微星动，故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公主所求之事，老朽已全部推断出来。若是想要淮安王相助，可否将先皇赐予公主的这枚玉佩留下，作为信物？这是为何？淮安王曾许诺护我周全，并未提及需要信物。
这老者既然能算出我会来，又能一口道破我的身份，定非凡人。若不给玉佩，怕是请不动淮安王。既然如此，便请老人家代为转交。公主放心，信鸽已送出，淮安王会在12日抵达上京，正午时分便可为公主送上贺礼。公主性命攸关，不可耽搁，不可逗留，快回府吧。没有，公主正在休息，不可打扰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了？发生何事如此喧哗？姐姐，我做噩梦了，真的好可怕，梦里好多血。姐姐，你陪着我睡好吗？就像小时候那样。真是好演技，谁能想到这竟是那个心狠手辣、被称为大卫冷面女煞的梅影。害怕？你也会害怕吗？当你把毒药递给我的时候，当你看着我在水牢里受尽折磨的时候，你可曾有过一丝害怕？想试探我是否真的在房里，还是想趁机对我下手？好，既然怕，那就快来吧，姐姐陪你。只要我这根簪子插下去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只是个棋子，若是杀了他，只会打草惊蛇，自乱阵脚。真正的幕后黑手还在等着看戏呢。睡吧，有姐姐在呢。姐姐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貌美，这头发就像上好的绸缎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姐姐，你可还记得8年前你前往玉泉寺祈福，路过梅家庄的事吗？那时候那里好像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动乱。上一世，在我生辰前夕，他也问过同样的问题。这只簪子，当时我满心欢喜筹备宴会，并未察觉异样，只当他是闲聊，便随口敷衍了过去。是全天下最美的人。我不明白，8年前他不过7岁，我也不过12岁，仍是深居闺中的娇小姐。那一年道竟发生了何事？一会儿到玉泉寺，不要乱跑，竟能让他如此忍辱负重，哪怕被我视如亲妹，也要将刀子插进救命恩人的心脏。日子太久了，本宫当时年纪尚小，又是随母后车驾出行，并不太记得途中发生过什么特殊之事。怎么？可是有什么本宫忘了的？是你遭遇了什么吗？还是听说了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忆往昔，突然有些感慨罢了。若非那之后的1年，我有幸在玉泉寺遇到了姐姐，恐怕早就饿死冻死了，哪能像如今这般金尊玉贵的活着。若是上一世见她如此，我定会以为她是真心感激涕零，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妹妹。可如今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以后就一定要好好报答本宫。是，梅影定当结草衔环，以报姐姐大恩。只怕你心里早已想将我碎尸万段，以报你那所谓的血海深仇了吧？既然你想玩，那我们就好好玩玩。梅影，今日你怎么如此粘人？平日里你不是最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吗？姐姐这2日身子不适，梅影实在不放心，想多陪陪姐姐。这般紧迫盯人，难道是淮安王刘宇的事情被他知晓了？不可能，昨晚我去见老者十分隐秘，他绝无可能知晓。上一世梅影一直待在皇宫中，只在我寿宴时出现了一会儿，而这一世他却反常上出现在公主府，如此贴身监视。果然他察觉了。既然他已经察觉我有变动，甚至可能猜到了我的盘算，为何不趁我不备一刀结果了我，反而要大费周章的弄迷药，等到寿宴再动手？不管他在谋划什么，我都必须先摆脱他的监视。既然你想演姐妹情深，那我就陪你演到底。梅影，你就留在外面吧，本宫要与林将军谈论一些故闻旧事，涉及父皇的一些私密，你在场多有不便。可是姐姐，怎么连本宫的话都不听了吗？还是说你想替本宫去谈？梅影不敢。林将军，别来无恙。老臣参见三公主，不知公主今日造访所为何事？林将军，驸马柳风眠已前往蜀地赈灾月云，不知能否在本宫寿宴前赶回？公主，赈灾乃是大事，关乎百姓生死。驸马心系百姓，这是天下人之福，也是大魏之幸。至于归期，
怕是赶不上公主的寿宴了。想不到林将军对本宫的驸马如此关照，连本宫这个做妻子的都不知他的行踪和归期，林将军却可以知晓得如此清楚，甚至能断言他赶不回来。臣不过是根据蜀地路途遥远和灾情做出的臆断罢了，公主多虑了。是吗？臆断。公主，这是军中机密，不可外泄，还请公主自重。原来是军中机密，那是本宫唐突了，林将军莫怪。这就够了。诚心堂旨，是我当年亲手赐予驸马柳风眠的专属之物，除了他，这世上再无旁人会有。临朝以命罪你。三公主，此人之后必成栋梁。柳风眠深情骗婚，原来你们早就是一丘之貉。如今想来，那时他们便在谋划了，要我的命还不够，还要将我打入地狱，给那个冒牌货腾出公主的宝座。既然林将军公事繁忙，那本宫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。只可惜这一世注定要失望。上一世这点风雨声就吓得我彻夜难眠，如今再看，比起人心鬼域，这点风雨简直是个笑话。去吧，把消息带给他，这一局我定要赢。公主今日真是美极了，定能艳压群芳。皇上驾到，太后娘娘驾到。母后的身后并未跟着那个卫琳琅，看来她是打算藏到最后再给我致命一击。皇妹生辰快乐！这一对红珊瑚寓意吉祥，是朕特意为你挑选的。嫣儿，这是哀家给你的生辰礼，愿你如这夜明珠一般，永远光彩照人。红珊瑚、夜明珠，这些不过是皇家库房里堆积如山的惯常，随手可取，毫无新意吧。上一世我只顾着欣喜母后能亲自到场为我庆生，全然没有在意过礼物是否用心。如今想来，他们待我竟是如此敷衍，连妆都不卸妆的像样。多谢皇兄，多谢母后，儿臣很喜欢。5时已过，刘宇为何还不到？重来一世，难道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吗？难道即使我拼尽全力，也无法扭转这必死的结局？来人！嫣儿，快尝尝，这可是哀家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你最爱吃的水晶荔枝。胭脂，这是母后特意为你亲手保存的，又请了御膳房最好的名厨为你捧制的。但母后想让你尝尝有没有剩下的味道。上一世面对这样的母爱，快尝尝，我受宠若惊，不假思索的就放入口中，满心欢喜。我从未怀疑过我的亲生母亲会害我。多谢母后，母后，看着我吃下这毒药，就能让你如此高兴吗？我的死竟是你最大的期盼。重来一世，我还是被母后万箭穿心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淮安王他带着兵甲已经入城了。胭脂，你请了淮安王，你知不知道藩王无诏不得入境，这是死罪！药效发作了，皇兄息怒，胭脂一介妇女，并不知晓这些朝堂规矩。胭脂只想着今日是生辰，想让宴会热热闹闹的，便广发了请帖。生儿，今日是你皇妹的大喜日，难得高兴，不要多做计较。嫣儿不懂事，回头哀家好好教导便是。不懂事！淮安王狼子野心，父皇当年将他贬为西南土司，为的就是不让他再染指朝堂。他如今竟敢私自前往上京，还敢堂而皇之的来你的寿宴。既然来了，又怎可轻易让他离去？放肆！主子劳累晕倒，你们这些做奴才的不懂规劝，反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带下去，就让哀家身边的人照料，不用你们伺候了。
我终于得到了公主之位！贱人，从今往后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了！十指连心，痛得我大汗淋漓，几次想要立刻睁开眼睛反杀，但我必须忍耐。我要听听他究竟还有什么惊人之语。我与你同为姐妹，凭什么你为主子，我为奴婢？你那些施舍般的赏赐，我呸！你也配？当初你就是用这张脸勾引的风莲哥哥吧？你倾心他许久，他却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要是你成了丑八怪，柳风莲还会爱你吗？我得不到他，你也别想得到他。以后让人把你送到郊外，给你个痛苦，我偏不肯。你不是高高在上吗？偏让你零落成泥，成为世间卑贱的存在，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。够了！找死！颜值，你没中毒，也没失去武功。送他去野月。我不要，一切都是你母后，都是花容月的主意。你要报仇，去找她，求求你，我不要去影域，那里是地狱。既然知道那是地狱，那你当初为何要送我去？这一世，你就烂在金刚打造的水牢吧，烂在你亲自为我打造的地狱里吧。装麻袋，关进水牢，记住，别让他死了。我要让他好好享受自己亲手设计的这一切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的儿，苦了你了，不怕，以后都是好日子了，母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以后都是好日子。是啊，对于魏琳琅来说，自然是好日子；可对于真正的谢胭脂来说，那是地狱的开端。母后，胭脂不过是身子不适去小憩了一会儿，您便这般牵肠挂肚。平日里儿臣天天给您请安，也没见您这么激动啊。你这孩子，嫣儿一个人孤零零住在冷清的公主府，驸马又常年不在身边，连个知心人都没有，多么可怜！你做哥哥的还好意思吃飞醋？可怜！当初不是您嫌弃我碍眼，硬逼着我自行离宫，将我流放到公主府的吗？为什么你可以为了一个外人，亲手把流着你血的女儿推向深渊？如果你不是我的亲生母亲，该多好！我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嫣儿，别哭，往后有母后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母后会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心又开始不听话的疼了。没关系，很快，今日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将彻底冷静。胭脂，够了，再演下去，我自己都要吐了。他来了。上一世我甚至没能见到他一面，这一世我要看看这个唯一的变数究竟是敌是友。三公主，真相残酷吗？他知道什么？你耳后有一颗极小的痕痣，旁人或许不知，但本王认得出。你不是那个脓包魏琳琅，你是真的谢胭脂。怎样，被亲生母亲和兄长算计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与本王合作，弄死他们吧。淮安王好眼力，只是想不到本宫这公主府已经成了筛子，任由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打听消息，连本宫耳后有颗痣子都知道。好，西南的女子活泼大胆，从未见三公主，竟不知上京这四四方方的天也能养出展翅的鹰，真是有趣，太有趣了！淮安王，此处是上京，是天子脚下，不是你的西南蛮荒之地，不得随意与你评判皇室宗亲，更不得对公主无礼。皇上何必动？若不是当年本王与你父皇一同浴血奋战，现还不知在岭南哪个犄角旮旯与野狗抢食呢，如何能高坐庙堂，拥有这四海九州？淮安王，你放松！藩王无诏不得上京，这是祖制。私自入京，坏了规矩，如今还敢当众羞辱朕，朕立刻砍了你的脑袋！羞未干的小子，你敢吗？
谢生，本王若有反意，又能如何？指望朝中这一群酒囊饭袋来护驾吗？你是要造反？本王此次前来，只为了祝贺三公主寿辰罢了。三公主，明日来朱雀大街9号叙旧啊！刘宇，看来刘宇是要当众将我绑在他的船上，逼我和皇兄彻底决裂。可我姓谢，你姓刘啊，我们岂可为盟友？郎儿，我的郎儿，20年了，我从未在这个亲生母亲脸上看到如此慈爱的神色，哪怕一次都没有。是母后误了你。当年七王之乱，你父皇让我带着你们先逃，是母后贪生怕死，听信了刘宇的话，以为带着2个孩子是个累赘，这才舍了你。这些年，母后一直在后悔，夜夜不能安闲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被抛弃的愧疚。皇后，你不必害怕，你想要的，母后都会给你弄来。这天下最好的东西都是你的。那谢胭脂的命也可以吗？郎儿，她毕竟是你双生姐姐，放她一命吧。她已经被废了武功，成了个废人。更何况与她母女20年，一想到你在受苦，我从来都未给过她好脸色，她从未有过母爱，这也算是对她的惩罚了。兰儿，能补偿你的，我都补偿给你，你别恨我，好吗？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真相。我以为自己笨，以为自己不讨喜，却原来我只是母后发泄愤恨和愧疚的工具。不叫你吃！她痛恨自己失了幼子，便拿我撒气。可我呢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母后为了找回我，不惜与林朝勾结，就不怕林朝反了，让我坐不稳这三公主之位。兰儿放心，这些母后自会处理，你只需安心享受荣华富贵，别的不要操心。驸马柳丰年还有一段时间回京，他回来一定要戴好人皮面具。他到底与你姐姐情深，当初若不是你看上了他，他岂会入住公主府？日后他若敢不喜欢你，你只管休了他，母后再为你找个更俊俏的。母后想得真周到。对了，还有那个知情的梅影，母后已经命人秘密处死了他，再也无人知道其中关系。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你。原来梅影已经被他处死了。儿臣累了，想先休息了。那你先好生歇着。不是，你母后是傻子吗？单胎还是双胎都分不清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站在面前也认不出吗？这脑子是怎么当上太后的？是啊，我也想问她是怎么当母亲的。公主，接到你的信鸽，我就动用了天机阁所有的暗桩，怎样？我派去影域接应的人，还有给魏灵儿准备的那份大礼，还满意吗？已经查清了，当年杨妃因巫蛊之祸惹你父皇厌嘴，临死前产下了一名女婴，紧接着3天后，你母后也诞下了你。那刘宇早有反心，你父皇当年念他救命之恩，只贬他去西南，可他暗中收买了太医，误导你母后怀的是双生胎，更在后来的七王之乱中故意制造混乱，教唆你母后为了保命，在逃亡路上放弃魏琳琅。魏琳琅根本不是我姐姐，她是杨妃的女儿。没错，刘宇这局布了整整20年，他让你母后心怀愧疚20年，就是为了引他勾结林朝去找回女儿。而林朝从始至终都是刘宇的人。上一世直到我死，天下仍是谢家的江山。既然他们早就勾结好了，为什么上一世没直接反了？他之前按兵不动，是因为还缺了一道最关键的谢家铁骑的兵符。就在刚才，据我所知，他已经收齐了。不是吧，公主？真是你给他的？别急，刘宇拿走的那枚是假的，这枚才是真的。谢胭脂，你真狡猾！我若是你的对手，只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刘宇最想要这枚玉佩的？我猜的，因为我谁也不信，只信我自己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会保护好三妹。父皇，父皇最宠我，他早料到人心易变，所以给我留了这张纸。既然你们想要这江山，那我就用这虎符送你们上黄泉。皇上，
母后与林朝私下勾结，妄图颠覆我大魏江山。儿臣身为谢氏子孙，求皇上彻查，以保社稷。谢延之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当真！混账！传太后！胭脂，你最爱的枣泥糕，母后亲手做的，快尝尝。你自己看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你怨我、恨我，这些我认。可你竟然出卖母后！母后，你看清楚，我是真正的谢胭脂。至于你心心念念的魏灵毛，你不如问问皇兄，他现在何处？求求你放了兰儿，哀家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，求求你们！带上来。你不肯始作俑者，为何只恨我？我是你的亲女儿啊！你宁可疼爱仇人之女，也要将我打入18层地狱吗？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就该死吗？你瞧仔细了，魏灵毛长得和杨妃像不像？刘宇骗了你20年，让你杀掉亲生女儿，去扶持情敌的孽种。母后，上一世这些我都遭遇了。你亲手砍我的时候，心疼过吗？来人！母后，朕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给了林朝什么？你们到底图谋什么？燕儿乖，母后给你做桂花糕，最甜的桂花糕。那年我3岁，向你讨要一块桂花糕，却被你打烂了手。原来你一直知道，你只是不肯给。皇兄，他把禁军的兵权给了林朝。什么？他已经是5城兵马司统帅，若再得禁军，他这是要造反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叶雄在边关统领20万兵马，速请他回京，定能生擒林朝。不可！若是给了叶雄兵符，他若称王，谁能治他？林朝已经是刘宇的人了，淮安王30万大军已经在路上，还在顾忌这个？蠢货！自以为是的蠢货！谢家江山都要断在你手里！母后，被亲生儿子砍上一剑，这滋味可及我当年的1/1000。刘宇，林朝，这该……叶雄不会死，他是谢家铁骑的人，是我父皇留下的最后底牌。皇上，为了江山社稷，请立刻急召叶雄将军回宫。面对30万大军，这点防御脆如薄纸。公主，末将已命人加固城门，滚木掠食，悉数就位。但若敌军不计代价强攻，恐怕撑不了几日。公主，府里的存粮清点完毕，连同城中富商捐出的，全数运达城首府调度。城中百姓反应如何？乱了吗？没乱，不少百姓自发把家里的余粮推了出来。城南的瞎眼阿婆甚至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全塞给了我。他们说死也要跟公主守在一起，绝不让乱军的铁蹄踏进上京半步。上一世，我犹如恶鬼，满心满眼只有血海深仇，却忘了这天下还有这么多赤诚无辜的百姓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让那些野心家踏碎他们的家。邀三公主只身前往城外10里亭面谈，若待一兵一卒，本王立刻下令屠城，血洗上京。
不行，绝对不能去，这明摆着是陷阱。刘宇那老贼阴狠毒辣，什么下作事做不出来，他就是想骗你过去，抓了你当人质，逼我们开城投降。末将愿带精锐潜伏在侧，护您周全。刘宇生性多疑，派兵潜伏瞒不过他，我必须独自去。你疯了！你这是送死！叶雄的大军最快也要2日才能抵达，我们现在守城的兵力根本撑不住。我拖1天，上京就多1分准备的时间。而且，我也想亲自去看看，这局布了20年的棋，刘宇到底还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花样？言之，别去，让以薇替你去。刘宇要见的是大魏的3公主，这一局只能我亲自去破。上一世，我到死都不知道，原来刘宇已经谋划了整整20年，他像看戏一样看着我长大，看着我一步步掉进他亲手挖掘的深渊，而我竟然还把他当成父皇最信赖的忠臣，当成可以依靠的长辈。这一世，谢胭脂绝不会任人摆布。小公主，过来坐，本王等你很久了。笑里藏刀，步步陷阱。刘宇，看你今日还要演什么戏？小公主，怎么样？与其守着谢家那座快塌的江山，不如和本王合作吧。事后，本王称帝，你为皇后，这万里江山尽在你我囊中，如何？皇后，她不过是想要我手中的谢家铁骑虎符。等江山坐稳，第一个被清算的恐怕就是我。哦，淮安王说的可是真心话？自然是真的。本王看着你长大，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就是现在！要想让他活命，就放信号弹，命令全军撤退，不准攻城。谢胭脂，是本王大意了。你那母后诛你的心，皇兄要你的命，你为何还要死心塌地护着这腐朽的谢家？跟本王合作，日后再没有人能威胁你的命。你的话，本宫一个字也不信。放信号。蓝烟是退兵的信号，只要能拖到叶雄回京，大魏就有救了。谢胭脂，你还是太嫩了。你以为那是退兵的信号？那是攻城的号角。本王特意在此缠住你，而林朝早已率领谢家叛变的铁骑直扑宫义门了。此刻，攻城已经开始了。你竟敢骗我！三公主，自求多福吧。待城破之时，本王定要砍下你的头颅，做成酒盏，那滋味想必美妙绝伦。宫义门是侧门，守备最弱。林朝带的是铁骑，如果那里失守，上京就彻底完了。不要，千万不要！父皇，保佑大魏，保你们并且无辜的百姓！快点，再快点！如果宫义门破了，
那些送我鸡蛋、送我粮食的百姓怎么办？他们会被屠杀，会像前世的我一样家破人亡，沦入地狱。胭脂，接手！给我撞开！城破之后，金银美女任尔等需用。林朝手中的虎符是假的，真的虎符在本公主手中。众将士看清楚，本公主在此，谁敢放肆？公主，您说什么？假虎符？叶将军，看清楚你怀里那一枚，那玉佩并非全圆，边缘有一道极细的月牙缝隙，那是本公主幼时顽劣，亲手雕刻留下的残次品。这不可能！就听这妖女胡言乱语，夜莺，那是她伪造的，本将军手中的才是御赐真品。林朝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众将士看好了，这是当年父皇敕封谢家体的原始诏书，上面拓印了虎符最原始的印记，对一对比吧，真假自现。那是伪造，毁了它！快毁了它！快！全军听令，即刻撤兵！我们被这老贼骗了，不能退，谁也不准退！冲进去，冲进去，杀进上京！本将军许你们高官厚禄，金银财宝，子孙万代受用不尽！给我杀！你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不是争权夺利的工具。有了你们，边境才有平宁，大魏才有将来。你们抛头颅洒热血，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拼一个安稳的世界，而不是让你们的尖刀指向自己的亲人。你们不该死在算计中，死在小人手下。你们身上流的每一滴血都重逾千金，你们要真正的死得其所。死得其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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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，臣愚钝了，竟被林朝那老贼蒙蔽，差点成了颠覆大魏的千古罪人。请公主治臣死罪，以儆效尤。叶将军，快快请起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何况你接的是假虎符，服从命令的将军何错之有？你只是被林昭骗了，这不怪你。本宫现在要你亲手捉林朝与刘乙，平定这祸乱，你可愿意？公主放心，臣不能凭宫动乱，生擒叛贼，便如此住，万死不辞。夜莺是个至诚之人，有他在，宫一门的防线暂时稳住了。第二天，刘宇亲征，他把上京围得水泄不通，连一只飞鸟都难投升天。第一天的出战极其惨烈，清点人数时，我们损失了2000多名铁骑，这些都是跟着父皇打天下的好儿郎，绝不能白白等死。公主，俺没事，俺是谢家军，皮厚。等俺养2天好了，还能提刀上阵杀贼。他才16、17岁啊，本该在家中读书务农，却因刘宇的野心，要在这里经受这种痛苦。传本宫令，将公主府所有药材全部运往商营，
把本宫司库里的银钱全部拿出来，给将士们买肉加餐。我们必须撑下去，为了你们，为了上京的百姓，本宫绝不后退半步。刘宇把上京围成铁桶，外面的补给断了，城中存粮撑不过3日。诸位，本宫今日召集大家，实属无奈。大魏江山存亡，皆在诸位一念之间。公主守城，护的是我等的命，家中古董钱财带不走，唯有存粮2000担，愿悉数捐出。老朽家虽不富，也有500担，这就命人开仓运往军营。公主啊，俺们这些老骨头少吃2口饿不死。你们年轻人要打仗，得吃饱了，才能把那些吃人的贼兵打跑喽。上一世我独守深宫，从未看到过这些赤诚的百姓。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这风向正助我们，刘宇的人这几天攻城累极了，防备松懈。天机阁听令，只烧粮草，不恋战。起火了！快救粮草，有敌袭！成了，撤！谢延之，我要杀了你！公主，那一把火烧了他们近1半的粮草。刘宇那老贼在营子里骂了一整天，进攻频率明显慢了。这一把火，起码给咱们争到了喘息的机会。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刘宇被激怒，接下来的进攻会比之前疯狂100倍。叶许，一定要赶到啊！胭脂，你的腿！别管我，搬石头，绝不能让叛军从这儿冲进来！公主，将士们3日没合眼了，快撑不住了。叶雄大将军的20万援军为何还没到？不对，按路程计算，叶雄收到信5天内必达，如今整整10天过去了，竟然音讯全无。除非有人截断了消息。前线流血，宫中却在歌舞。我必须问清楚，叶雄的消息到底去哪儿了？哟，皇妹回来了，前线可稳住了？这仗打得辛苦吗？皇兄，城外1000名铁骑在用命填坑，城里百姓在舍家报国，你竟然在这里享乐！皇兄，你看清楚了，那是叶家军的铁骑。绝对不可能！这明明派出了所有禁卫军，截断了所有信使。叶雄怎么会知道？他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？皇兄，你自以为掌控了一切，却忘了这天下除了驿站，还有天机阁。你派人拦截那封假信时，本宫早已命天机阁阁主祝无书亲自将右相重新起，加盖了真虎符印进的密令，通过天机阁的秘密渠道送抵叶大军手中。你以为你能截住这天下的嘴？截不住的是民心，
更是这大魏的朗朗乾坤。这才是皇帝，这是真龙天子，你们都要害朕！皇兄，小心！皇兄，这便是你求的，让天下陪葬吗？刘宇，该你了！是叶家军，撤！快撤！关门！把那些村民全抓起来！谢嫣之要是不来，本王就让这几千人给他陪葬。三公主只身入梅家庄面谈，迟来一刻，本王便杀100人。若带一兵一卒，本王屠尽全庄。公主，万万不可呀！刘宇已是穷途末路，他是想拉着您同归于尽。是啊，公主，叶雄将军的20万铁骑只需2日，便能踏平梅家庄，届时乱贼受首，百姓自然获救。您千金之躯，何苦以身犯险？叶雄大军2日可治，但梅家庄的百姓2日都活不下去。请公主三思。2天，这2天里，刘宇杀1个人和杀1000个人，对你们来说只是纸上的数字，但对梅家庄的人来说，那是命。公主，末将愿带精锐死士潜入。刘宇已疯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大开杀戒。那梅家庄里住着的是大魏的子民，是我谢氏皇族誓死庇佑的百姓。我若为了保全性命，眼睁睁看着数千百姓被屠戮，那我与那坠楼而亡的昏君有何区别？叶将军，整军待命。我若1个时辰后未发出信号，你再攻城。是。父皇，您教过我，皇权是用来护民的，而非奴民。这一遭，胭脂必须去。右相，本宫此去吉凶未卜，若我战死，你便联络朝中旧臣，扶皇兄的3儿子登基。公主，您正值大好年华，怎可说出此等丧气之言？那孩子本宫观察过，少年老成，更难得的是秉性纯良。大魏经历了这场冰霜，需要一位人君修身养息，他会是个好皇帝。谢胭脂，你若不回来，我便平了这梅家庄。公主大义，臣等万死不辞，誓死守护大魏江山社稷。愿公主平安归来，守护大魏。驾！父皇，胭脂没丢谢家的脸，这一世哪怕是死，我也要死在护民的路上，而非阴暗的水牢。刘宇，你这畜生！三公主，你可算来了。本王布了20年的局，竟被你这黄毛丫头给搅黄了，连皇帝那个蠢货都被你逼死了。好，真好！这个嫔子，我死都不会认错。那天在假山后，那个狐狸面具给没影的，正是这个白瓷瓶。喝了它。这里面是什么？王爷心知肚明。王让你喝，你就得喝。谢胭脂，你敢拿假虎符戏耍本王，害本王损兵折将，本王今日就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死无葬身之地！哼！还是看着他们死，选一个吧。上一世我被迷晕，
被废武是在毫无防备之下，这一时你清醒地走向深渊，却是为了身后的万千灯火。刘宇，本宫若喝了，你需立刻放了这些百姓。这味道我到死都记得。上一世他废了我的武术根基，让我沦为任人宰割的废人。言之，不喝就杀了他们！公主不能喝呀，那是毒药！你快走，别救孩子！老骨头了！住手！刘宇，你赢了。瞬间，我感到丹田内充盈的内力如潮水般急速流失，经脉一阵剧痛后的空虚，浑身的力气消失殆尽，再也没有那种蓬勃的力量，一切都归于死一般的平淡。你骗了本王那么多次，害本王损兵折将，本王心里这口恶气实在咽不下，不如你跪下给本王磕50个头，本王或许能让你死得痛快。只要能拖延时间，救下这些百姓，只要能保住大卫的一丝元气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谢胭脂，你真以为你来了，本王就会放过这些人？你还是太天真了。本王就算败了，也要拉着全城的人给本王垫背，屠城，本王势在必行。刘宇，你不守信用！守什么信用？本王已经是死路一条。来人，点火！刘宇，本宫已服下毒药，也按你的要求受了辱。你答应过放了这些百姓，你背信弃义，忘恩负义。三公主，是你太天真了，本王也是死路一条，拉着几千民陪葬，黄泉路上才不寂寞。点火！好疼，焦黑难闻的气味呛入肺腑，我的灵魂都在颤抖。但我不能退，我说退了，这些孩子就全完了。真是一场好戏，谢胭脂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本王成全你。去死吧，大魏的三公主！谁？林朝，你竟敢背叛本王！王爷，你疯了！如今这满庄百姓，你我与禽兽何异？全体听令，器械提水救火，快！不准伤害龙姐姐，你是坏人！要杀公主，先从老朽尸上踏过去！林朝，公主，是臣要得太多了，臣被权力迷了眼，想要更高的地位，竟忘了刘宇那狼子野心的残暴，臣失了本心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就让臣临死前再做一回大魏爱护百姓的大将军吧。父皇，他终究还是记起了您的教诲。公主，臣救驾来迟，万死。见您无恙，臣这颗心总算落了地。
后勤营听令，即刻埋锅造饭，先紧着受伤的村民，不得有误。你为了救俺们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快，这是俺家压箱底儿的，您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是啊，您为了俺们这些贱民受了这么多苦，一定要吃饱啊！多谢乡亲们，谢谢。谢谢三公主救命之恩，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叶将军，你来安慰乡亲们，本宫伤势沉重，先回帐房歇息。这些温气太重了，重得像是一座山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三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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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影那丫头在宫里一切可好？8、9年前，她父母被一伙皇亲国戚横冲直撞的马车带倒，生生跌下悬崖没了命。俺们都劝她那是场意外，可她偏不肯。听说被您收留了，她如长成大姑娘了吗？是，长成了。梅影前些日子回来过一趟，把这铃铛托付给俺，是当年那辆赵氏马车上掉下来的。她说看到铃铛就能想起仇人。公主，麻烦您带给她，让她有空自己回来放我，陪父母说说话。原来那场意外竟是我造成的。刘宇利用了你的恨，也利用了我的善。梅影被人利用到这一步，你可开心了？三公主平定刘宇临朝叛乱，救黎民于水火，实乃天命所归。臣等恳请公主登基，统御四海。本宫德薄才浅，且大魏从未有女帝先例。公主若不坐这江山，谁人敢坐？谁人能坐？既如此，本宫便接了这万里山河，传朕旨意，改元永昌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无双，这左相之位，朕一直为你空着，有你在，朕这江山才坐得稳。皇上，臣这性子哪里坐得住朝堂？左相之位，您还是另择贤能吧。你当真不愿？左相可以有很多人，但天机各阁阁主只能是我，就让我永远做皇上在江湖在暗处的后盾吧。皇上，我一介庶女，为了当上这神勇无双的阁主，吃尽了苦头。此番助你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让天下人看看，女子亦可成事，亦可搅弄风云。无双，其实我早就想追随你。你少时设善堂，顶着压力开女子学堂，授女子4书5经，那时我就发誓要护你周全。你开明志，授经学，不像那些酸腐文人只教女子读女德那等熏腐之物。公主，我相信你，你会成为大魏最英明的天子，会在史书上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臣告退。这一世，我不再是那个死在水牢里的谢胭脂，我是大魏永昌女帝。这江山，我替百姓守住了。